簪已发光，呼啸的剑锋擦亮，谁是因铁而战，善良被邪而埋葬，现实被恨弄脏，自尊被踩在战场，风潮遮蔽曙光，伤痕记在这心脏，下一秒撕开诡异的谎，染血的土壤，锐利的刀枪。倔强在这一刻用眼神写上，愤怒在狂燃，天地的挑战，和战斗一样让它闻风丧胆，肆虐的野蛮，一个也不放。我是自己的神，从来不投降，眼里的希望，黑暗中绽放。我让所有眼泪全部都风干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是救婉容的。喂！有人听到我讲话？喂！放开我！放我出去！我要去救婉容，放我出去！婉容！哇！放开我！有没有听到我说话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有3名护士曾经见到黑熊经常主动接近金永健。放开我！他一定是知道金永健对婉容的关心，所以怂恿他逃出去救婉容，然后利用他引起的混乱，趁机逃走。我想，当金永健被关进来的时候，黑熊已经开始部署他逃亡的计划了。原来他是真的假装精神病，在这里熬过3年。他的忍耐力也相当惊人。我不断的提防他逃走，结果还是失败。我想，我们一定有办法把他揪出来的。你想想看，他出去之后第一件事会做什么？赎金。没错，黑熊在这里熬过3年，伺机逃走，目的就是为了赎金。查到赎金的下落，就一定找到他。上次从他手机记下的电话号码，有什么发现？那些电话有大部分都已经终止服务了，打不通。不过有一通电话是接到骨灰塔的办公室。骨灰塔？黄先生，我是迪伦，和你电话联络过的警察，这位是我 Madam。哦，你好，什么事啊？这位叫安国雄，外号黑熊，你认识这个人吗？不认识了，他是死人还是活人啊？3年前他和你联络过，你对他还有没有印象？我们这里每天都有很多人来买灵位，我怎么会能够记得呢？你再仔细看清楚一点，或许能够勾起你对他的印象。我真的记不得了。我相信黑熊来过这里，不过他来这里的目的又是什么呢？不管他的目的是什么，他肯定不是来拜祭我妈。我母亲的灵位在这里，她却是我的母亲。在我17岁那年，她是因为受不了每天对黑熊恐惧的煎熬，终于得了一场重病，在病床上挣扎了1年，去世了。既然黑熊这样对你们2母女，为什么不寻求警察的帮助？有人为了想帮我们，曾经报过警。不过警察来的时候，我妈却否认被黑熊虐打。我妈始终还是爱着他。当时我真的不明白，为什么黑熊这么对待我们，我妈竟然还是对他有夫妻之情。感情的事，本来就不能用一般的常理来解释。渐渐的，
没有人愿意同情我们，也没有人想帮我们，我们只好选择逃避黑熊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。当时我真的很愤怒，有一段时间，连我妈也很少。我妈去世后，我告诉我自己，一定要阻止黑熊继续作恶，也要让他为他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。可是到今天，我做不到，还让他逃走。你别气馁，我们一定会找到黑熊，帮你妈完成心愿的。怎么了？黑熊来这里的目的，可能是要买灵位。为什么要买灵位？收藏他的100万。啊，就是这里了。王先生，我们怀疑这灵位里面藏有违法物件，麻烦你把它打开。我们先说好，如果买主向我追究，我可不负责。你放心，我们会向买主解释，责任不在你身上就对了。好，动手吧。你是怎么猜到这个灵位是黑熊买的？当时我们搜查黑熊被捕前的物件，钱包里有张破底3082。刚才我看到灵位上的编号，突然联想，这可能是黑熊买下灵位的编号。我们已经确定这个灵位是黑熊买的，而且他买下灵位的日期刚好是他在3年前被捕的前一天，所以他把赎金藏在这里的可能性很高。哎，打开了，哪有什么东西啊？黑熊当时身上有现金100万。如果当时他来这里买这个灵位不是为了收藏赎金的话，那他买灵位又有什么目的呢？他肯定不是因为担心后事而预购灵位的。那好，我们来假设，当时黑熊来这里买灵位，的确是为了收藏赎金，可是后来却发现这里不够安全，又改变了主意。他一定是找到更好、更隐秘的地方。妈，黑熊来过，他爹还没有走远。
大舅，不然我会开枪的。终于等到今天了，你很恨我是吧？现在是你报仇的机会，有胆就开枪啊！你说错了，我要你受到法律的制裁。你现在最好不要乱动，我会毫不犹豫的开枪的。法律制裁，你说的很好听啊。我还很清楚记得以前对你所做的一切，你也应该不会忘记吧？你不用再躲了，因为你永远也躲不了。小杂种，给我出来！出来！慢走，跟我走。你的脚还好吧？没有留下很多疤痕吧？够了，不要再说了。老实说，我很后悔以前对你所做的一切。小倩，爸爸对不起你，你原谅爸爸好吗？不要过来！不要逼我！大舅，不要动！要杀我，没那么容易。要不是因为你，我早就拿了钱远走高飞。我受够了这3年来你对我的折磨。笨蛋，是你自己来受死的，别怪我。住手！原来是你，你认得我了？你真的杀了我父亲？我连谁死在我手上我都不清楚。这笔账你要算到我头上来，我没问题。就算我杀了你爸爸，你又能怎么样？你终于露出你凶狠的一面，连自己女儿也不放过。谁说她是我女儿？她是那个贱人跟别人生的野种。你胡说！那根本是你的疑心病重。妈一直到她死前还是爱着你的。现在就要为了收场赎金，连她的骨灰都丢掉，你简直是狼心狗肺！你以为你这样说我会相信你吗？你以为你认我爸爸，我就会放过你吗？谁要当你的女儿？要死你也一起死吧！不要了，来！你放了他，我让你走。好，你把枪放下，我就放开他。我数3声，要是你不把枪放下，第一个先死的就是他。反正我今天是逃不了了，拿他来陪葬也好。1、2。好。其实你也不用介意的。当时你开枪是有必要的。要是黑熊有什么不测，你也不是有意要开枪射杀他。我知道，谢谢你，这是你第2次救我了。走吧 ，Madam。
谁是病人的亲属？请问安国兄的亲属呢？医生，病人情况怎样？他失血过多，目前的情况很危急，我们必须马上为他进行输血。我会尽快联络他家属的。是不是很残忍？不，我不觉得你残忍。如果你决定不要救他的话，我会站在你这边的，因为黑熊是个十恶不赦的罪犯。但是如果他就这样死了，你会开心吗？是不是这样就可以摆脱你的噩梦？我以前也非常痛恨杀死我父亲的凶手。其实。我会答应和欧阳一起当警察，本来也是以复仇为目标的。可是后来，我察觉到一些被受害的家属，并没有因为凶手被制裁后就可以得到安慰，失去家人的痛，还是深深烙在他们的心里。那个时候，我才真正领悟到，原来复仇不是真正摆脱噩梦的方法。刚才黑熊对我说。就算是我杀了你的父亲，你又能怎样？那时，我心里突然间问我自己：对呀，我还能怎样？杀了他，为我父亲报仇；制裁他，为我父亲讨回个公道。可是最后呢？如果最后还是无法摆脱心里的噩梦，那么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？难道就这样放过他吗？我会很不甘心的。恨一个人，困扰一生，带着恨意过一生，这样又值得吗？或许你说的对，我何必和他没完没了的纠缠下去？仇恨永远化解不了仇恨，只有宽容和原谅，才可以真正摆脱这些噩梦。小倩，小倩，喝点东西。谢谢你。你看起来很累啊，是不是觉得不舒服？没事，还好。吴医生，哎，迪伦，既然你来了，我先走了。谢谢你啊，迪伦。导特华，病人怎么样了？手术进行得很成功。但是病人还没有度过危险期。别看我，死了没有？很失望。什么？我一直不明白。为什么你那么恨我吗？我今天终于明白了，原来
不是你亲生女儿，可是你错了。你们是奸女人。妈从来没有背叛过你。我亲眼看见。你那么狠心的对妈，可是她从来没有怪过你。就算全世界的人在说你的不是，她还是维护着你。我一直不明白，为什么像你这样的人，她还可以一心一意的对你。你应该感到庆幸，在这一生里，还有一个人无怨无悔的愿意为你付出。野种，我不会饶过你的。野种，不认我这个女儿也没关系。反正在很早以前，我就当做自己没有父亲。妈生前希望你不会再作恶多端。我今天总算完成对她的承诺，我很高兴，不用再跟你纠缠下去。野种。小倩的确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的血型属于 CU 的 A-。这次的手术，小倩有参与输血给你。还好当时你没有开枪杀死你自己的女儿。小倩，从这一刻开始，黑熊这个人已经完全走出你的世界。他以前对你所做的，只会让你更坚强。从今以后，他不能再伤害你了。波雄把氧气罩拿开，现在情况危急。心要停止了。3, 2, 1 clear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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确定死亡时间，晚上11点20分。
相信你父亲在临死之前，已经为他的所作所为感到懊悔。你为什么这么说？在他临死的时候，我已经跟他说了你书写给他的事，他已经知道你的确是他的亲生女儿，所以我认为他选择了自我了断，不是因为害怕面对死刑，他是想用这方法来向你道歉。我以前常做一个噩梦，梦里我单独一个人，在一片荒无人烟的旷野中，被黑熊穷追猛打，那种又惊慌又无助的感觉，很真实。我一直认为，只要让黑熊得到他应得的惩罚，我就可以摆脱我的噩梦。可是我现在发现，只有原谅他，我才可以真正的解开我的心结。你被这噩梦绑了这么久，也是时候解开它了。你能做到原谅他的地步，我感到很意外。老实说，想起我以前对他恨之入骨的情绪，我也不明白我怎么能办到这一点。或许从一开始，我并不是不能原谅他，而是不愿意。很多事情不是我们做不到，而是不愿意去做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为你感到很骄傲。我现在完全没有亲人了，终于只剩下我一个。错，你还有我。告诉你一件事，我从来没有试过赤脚在海滩上漫步。你确定黑熊就当年杀你父亲的凶手？应该是吧。不过现在是不是都不重要了。这个一直困扰着我的阴影，潜藏在我心里太久了，也开始试着放下它了。如果黑熊真的是凶手的话，他已经得到应得的惩罚，也该是结束了。没有想到就这样子结束。从小到大，就等着帮你父亲报仇的一天。你的事就好像我的事一样，真的没有想到就这样子戏剧化的结束。谢谢你，我知道你只在支持我，你也不希望看到我继续被这件事绑住我自己的人生。就算制裁了凶手，最后胜利的人不可能是我。不管我有没有为我父亲讨回个公道，我想他在天之灵也希望看到我开开心心的过日子。好了啦，拿来吧。我还没削完呢。再削下去啊，我就没得吃了。哎，我什么都行啊，没有想到削苹果能却拿到我。不用太介意，其实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你算是敷衍我啊。是真的。你想你今天来陪我的目的是什么？我要让你开心。我刚才看到你为我削苹果的时候，已经让我得到100分的娱乐，所以你已经达到目的了。你现在开玩笑呢，就表示你恢复正常了。你这样。
西来，是不是不想我出院啊？哎，别乱说话，我们这些都是有营养的健康产品，希望你吃了可以快点好起来嘛。我说欧阳啊，你整天窝在这里跟我女儿谈情说爱，不闷吗？爸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偶尔要带我女儿到处走走，晒晒太阳，这样才会有情趣嘛啊！我看她是第一次谈恋爱。看来我们快点出去。看到你父母放下心，我也轻松多了。婉柔，对不起，你刚才在说什么？我在说，不管以前发生什么事情，一切都过去了，不要再去想以前不愉快的回忆。你只要知道你现在平安无事，那就好了。我知道，其实刚才我不是在想那些事情。那你在想什么？听爸妈说，在我昏迷的时候，你很担心我，几乎每天不眠不休地守在我身边。没什么。我隐隐约约记得，在我昏迷的时候做了一个梦，听到有人告诉我，当他第一次看到我的时候，就已经很喜欢我了，是不是真的？你都说了嘛，做梦嘛。那如果当时我真的死了，你会不会很舍不得？有什么不舍得的？哎呀，你想太多了。那个时候我刚好没有事情，再上来看看你的。你还是一样，从来没有改变过。有什么好改变的？谢谢你，我很庆幸一直有你在我身边。我也很庆幸，一直有你在我身边。谢谢。请。哎，你们换菜单了？最近才换的。谢谢。煎牛排就是要煎到这个样子，开始反了。对，要注意火候啊，别开得这么大，开慢火星了。大概这个样子，1分钟就能煎出一个好的牛排。嗨，安小姐，你好。Hello， 我跟谢晨来这里这么多次，可是我从来不知道你们两个是这么熟的朋友。那你怎么会知道的？如果你们两个不熟，
你不会把厨房借给他玩吧？还触动你这个老板亲自指导他。看来西纯这次大费周章的给你搞这个意外惊喜，始终还是瞒不过你。安小姐，这是西纯特地为你准备的红酒，希望你会喜欢。谢谢你。你再稍等一会儿，我看他快出来了。好的，谢谢你。你煮了我最喜欢吃的菜，演奏我最喜欢听的音乐。你这么费尽心思的准备这一切，请问你有什么目的？我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让你知道，我对你喜爱的事物都很清楚。有人比我更了解你吗？可是你忘了，我也蛮了解你的。所以如果以后你要给我一个更大的惊喜，你要更努力了。这是我失算的一点。尝一尝味道怎么样吧？我记得在大学的时候，你第一次煮东西给我吃，就是这道牛扒。这么多年了，还是很好吃，很美味。有些东西永远都不会变。对了，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，为什么以前突然想要去当无国际医生？因为你啊，我追求了你好几年，一直都得不到回应。我记得你告诉我说对不起，叫我不要让你觉得为难。我那时候感到很失望，很难过，几乎丧失了生活的目标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有意伤害你的。我没有怪过你。后来我有机会到中东去当无国际医生，我告诉我自己，或许我应该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。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尝试把你放开。在中东那段日子，我非常的忙碌，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工作。或许我是想让自己忙得没有时间去想你。到了最后，我想的最多的还是你。我很感激你这样对我。你总是在我最需要人陪伴的时候出现，可是我却一直辜负你的心意。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，我们应该想想现在跟未来。小倩，我希望在50年后，我还能陪在你身边，分享你的苦与乐。这将会是我最快乐、最幸福的时刻。晚安。你为什么要跟踪我？我只想知道，你跟那位安小倩警官
进展到什么样的程度。我跟他的事不用你管。我原本以为你想接近安小倩，为了只是想从警方那儿获取一些情报，可是现在事情看起来好像不是这个样子的。你似乎太投入了。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妥，我也没有因为他而做出了对组织不利的事。你们现在走得那么近，迟早会发生问题的。以后难保不影响整个组织的行动啊！我向你保证，不会让这样的事发生。我想你也知道，他是不可能认同我们理念的。你们永远只能够站在敌对立场。我真的不明白，你心里面在想什么？就算他现在接受了你，你们会有将来吗？够了，我不需要你干涉我私事。抱歉，对不起，我也不应该这样责问你。我知道你也是关心我，不过你信任我吗？当然信任你。那你就要相信我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不会让你们任何人受到伤害。这点我不会质疑。以后我再也不问你这件事了。迟到了。现在才来，我已经准备好，随时可以出院啦。今天出院最想做什么？我想吃炒虾面。马上带你去。那边有位，你坐一下，我去排队。好的。好，那今晚我们就在那边见面好了哈。你干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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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即兴注定像个自己内心一度沉睡的旧感情，如此不安定。牵着你的左手，你右手悬空，仿佛是有所保留。握着你的右手，你有话不说，隔了层沉默，你慢慢疏离我。无声的背叛，原来失去是那么简单。你是你要的，为何变成一个陌生人来